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說的阿修。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可以說是有點弔詭的現象，就是仇恨這件事是怎麼從過去我們印象中那種一眼就能認出來的光頭黨，慢慢進化成現在你我手機上那些看起來好像無害，甚至還有點好笑的網絡迷因。你先別覺得這沒什麼啊，這不只是外表的改變而已，這是一場精心設計過的資訊戰。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馬上來拆解。好，我們直接來做個比較，讓你感受一下這個變化有多大。你看，過去我們一講到極端分子，腦中浮現的畫面通常是有組織的運動，很清晰的意識形態，還有像是光頭黨那樣有特定制服、非常招搖的一群人。但今天呢，完全不一樣了，它變成了一種無孔不入、像病毒一樣擴散的宣傳。它的載體是那些充滿諷刺、真真假假的迷因，而且它還直接把整個青年文化當成了武器。所以問題就來了，一個看起來像廢文、像笑話的東西，怎麼可能比過去那種有組織、有制服的暴力團體帶來更深遠而且更難防範的危險？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第一個關鍵點，你必須先有一個認知，就是這整個從光頭黨演化到迷因的過程，它絕對不是偶然，這是一場經過精密計算的品牌再造。它的目的其實很單純，就兩個：第一，吸引全新的、更年輕的追隨者；第二，更重要的是完美的躲過所有平台和社會的審查雷達。我們可以把這場演化大致分成3個階段。首先是90年代，那是經典的光頭黨時代，他們的形象非常鮮明，所以社會大眾很容易就能辨識出來，並且孤立他們。但到了2000年初，情況就變聰明了。當時出現了像 Thor Steiner 這樣的德國服飾品牌，他們很狡猾地把一些跟納粹歷史相關，但又處在法律灰色地帶的古日耳曼、盧恩符文巧妙地融入服裝設計裡，把極端主義包裝成一種看起來很酷、很有個性的次文化美學。不過，真正的引爆點是2010年代中期的迷因，它完全改變了遊戲規則。你想想，傳播成本是0，傳播速度是光速，而且還無國界，這就讓這些有毒的思想能夠像數位病毒一樣自由地擴散到全世界。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這套新策略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它把幽默、諷刺和那種我只是在反串的態度，全部變成了武器。他們把自己包裝成一種勇於挑戰主流的英雄，去嘲笑那些他們口中所謂的無聊、玻璃心又開不起玩笑的社會大眾。你想想看，這種我只是在開玩笑啊，是你們太敏感了吧的態度，這種叛逆帶點挑釁的形象，對於很多在現實生活中感到迷惘或憤怒的年輕男性來說，真的有着一種致命的吸引力。最經典的案例，我想大家可能都看過，就是那隻佩佩蛙。他的出身其實只是一個網絡漫畫裡面有點鏘、有點廢的無害角色，但是網絡上的極端分子發現了他的潛力，開始有計劃、有系統的綁架這個形象，把他跟各種納粹符號、3K 黨的白袍合成在一起，然後用洗版的方式，硬生生的把他從一個無厘頭的迷因扭曲成一個國際認證的仇恨符號。這就完美的展示了一個完全無害的網絡文化是怎麼樣一步一步被劫持，然後改造成宣傳工具的。好，既然這些內容這麼無孔不入，那一個普通人是怎麼一步一步掉進去的？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幾條最常見的路徑。很多人可能到現在都還沒意識到，自己或是身邊的朋友其實已經站在這個兔子洞的邊緣了。如果你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因為這些路徑絕對會出乎你的意料。它可能就發生在你每天玩的遊戲聊天室裡面，或者在你滑短影音的時候，那些教你健身、理財或約會技巧的網紅，他們的內容可能就偷偷夾帶着有毒的濕貨。甚至你可能只是想上網學做菜，學個木工 DIY， 演算法都可能一步一步把你推向那些充滿仇恨言論的社群。他們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偽裝成有用的資訊或是單純的興趣，讓你完全放下戒心。那麼，這些經過巧妙包裝的內容，他們這樣撒下天羅地網，最終的目標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其實直接指向一個非常關鍵，同時也極度危險的心理學概念。這個過程就叫做激化，英文是 radicalization。它指的是一個人從被動地接觸這些資訊，
到內心真正全盤接受一種我們 versus 他們，非黑即白的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裡，某個特定的群體，比如說移民、女性，或是某個特定的性少數，會被描繪成對我們生存的根本威脅，所以必須要用盡一切手段，甚至是暴力去壓制或消滅他們。這不只是想法上的改變，而是整個人的價值觀被重塑了，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心理轉變。當這種線上的極計劃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就會發現一些你覺得極其荒謬，但卻又真實到可怕的事情。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那條界限，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就這樣徹底崩塌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你看看卡基斯坦國旗這個荒謬到不行的例子。第一步，它起源於一個網絡笑話，結合了古埃及的青蛙神和遊戲裡的笑聲術語。第二步，網友們開玩笑地發明了一個叫卡基斯坦的虛構國家，還設計了一面山寨納粹戰旗的國旗。到這裡為止，都還只是網絡上的胡鬧。但到了第三步，這面旗子竟然真的出現在現實世界的極右派遊行當中。最瘋狂的是第四步。在2021年美國國會山莊被攻占的那一天，這面源自網絡笑話的旗子就大剌剌地在國會大廈裡面揮舞。一個迷因就這樣走完了它從線上到線下的旅程，最終成為了現實世界政治暴力的象徵。好，講了這麼多令人不安的威脅，那到底有沒有解法？答案是有的，而且我覺得還充滿希望。接下來我們把焦點轉向一個全新的策略。這個策略它不再是被動的去滅火，而是一種更主動、更像是公共衛生在做防疫的思維，來對抗這場資訊戰爭。傳統的方法比較像是緊急手術，總是等到暴力犯罪真的發生了，才有執法單位介入處理，非常被動。而這個新的公共衛生策略，更像是打疫苗和培養健康習慣。它的目標不是等人生病了才來治，而是在一開始就透過教育和預防，去建立整個社會的心智免疫力，從根本上阻止激化思想的傳播。這個新策略的核心叫做態度免疫，或者我們用一個更白話的詞叫做預防性破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給我們的大腦打的疫苗，原理其實很簡單。在你接觸到真正的病毒之前，先給你打一劑微量弱化版的病毒，讓你的免疫系統先認識它，學會怎麼對付它。同樣的道理，在你看到真正的仇恨言論之前，我先給你看一個弱化版的，然後直接拆解它背後用了什麼操縱手法。這樣一來，你的大腦就會產生所謂的認知抗體，下次再遇到類似的說法，你就能一眼看穿，並且產生抵抗力。整個過程很簡單，基本上就3步。第一，先讓你接觸一劑微量的有害內容。第二，直接跟你拆解它到底用了什麼宣傳技巧，比如說他是不是在找代罪羔羊，或者他是不是在煽動你的恐懼。第三，經過這2步之後，你的大腦就成功產生了認知抗體，做好了防禦準備。這聽起來可能有點理想化哦，但它絕對不只是紙上談兵而已。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看數據，證明這種心靈疫苗是真的有效，而且效果好到有點驚人。有實驗研究顯示，受試者只要觀看一段短短1分鐘的預防性破解影片，就會產生3種很驚人的改變。第一，他們辨識內容操縱手法的能力平均提升了將近18%。第二，他們對於仇恨思想的認同度下降了超過7%。而最關鍵的是第3點，他們未來如果聽到身邊的人發表類似言論的時候，願意站出來反駁的意願竟然大幅增加了24%。這個24%的數字，我覺得特別重要。為什麼？因為這代表這種方法不只是讓你能夠獨善其身，它還能創造出一批積極的免疫者。你可以想象一下，當社會上有越來越多人，不只是心裡明白，更願意開口去質疑、去挑戰這些有害言論的時候，就能形成一股非常強大的社會免疫力，讓這些病毒思想根本無處傳播。當然，光是靠短影片是不夠的。這套策略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防護生態系統，這包括了開發給家長和老師的工具包，為小學生設計的遊戲化課程，給大學生處理校園事件的指導方針，甚至也提供資源給社區領袖。
當整個社群從家庭到學校都有了防疫工具，就能形成一張巨大的保護網，甚至對其他類型的陰謀論也能起到一定的防護作用。所以聽完今天的內容，最後我想把問題拉回到我們每個人身上。在這個數位噪音無所不在的時代，我們真正該問自己的問題是：你要如何為自己的心智接種第一劑疫苗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問題，極端主義的樣貌已經進化了，從過去很明確的組織，變成了藏在迷因和各種興趣內容裡的病毒式宣傳。第二，過程，這一切都是有策略的，透過偽裝成次文化，讓人們不知不覺掉入激化的兔子洞，從線上影響到現實。第三，解法，對抗這種新威脅的最好方法，不是事後補救，而是像打疫苗一樣的預防性破解，主動建立整個社會的心智免疫系統。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